各位民进电视的观众，大家好，我是黄兆平，欢迎再次收看民进电视中国研究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探讨中国的问题以及未来朝向哪个方向走。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与会的嘉宾，胡平先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谢谢胡平。王金章先生你好。各位朋友们好。谢谢君涛。李伟东先生你好。赵平兄好，观众朋友们好。谢谢伟东，很高兴每个礼拜五跟大家一起碰面，一起来讨论一些有关于中国的时政，还有中国跟国际之间的问题。今天第一个问题谈谈内政，谈谈经济啊，经济无疑现在是习近平这个上任以来最大的危机。中国股市从9月这个中旬下旬以来放水以来啊，好像有一点刺激作用，但是不如预期。那国家统计局在北京时间10月18号公布了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成长 GDP。4.6啊，比预期稍微好一点，但是远低于一般所谓的路透社以及国际间几个这个智库啊，这个财经机构的这个预估啊。那今年能不能够保五成功啊？到目前为止，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啊。伟东，我想我们在讨论中国研究里面有好几次讨论过中国的股市哈，从9月中下旬以来到现在也快1个月的时间了，感觉好像这个股市拉抬整个消费、整个信心，好像有一点碰到一点阻力，是不是？是的，我首先刚才你说到那个数据，保五呢，这个有难度，我估计今年可能只能增长到4.8左右。嗯，反正今年一年整个经济都是处在一种阴跌的状态下。你说这个很大的这种问题呢，也没有。但是呢一直在阴跌，如同这个股市，这个11以后这个开盘一直在阴跌，但是昨天反弹回来了。昨天这个全线涨停，这个因为呢这个央行那个给的那3000亿终于到位了。就是下达了一个指令，就是这个再贷款，然后转成这个股市资金。然后这个再贷款还可以再展期一次，然后利率只有1.7%。所以呢，这笔钱呢，当然还不是说券商们都拿到了，就是央行发布了这个政令。这条出现之后呢，股市可能随之上涨。原来前面呢，这个央行和财政说的那些钱呢都没有真到位。这个股市呢是靠着股民自己在炒。大量的这个资本呢，这个也没有信心，就抽逃的很厉害。这个香港股市也不好，也互相有波动。所以呢，这次重新反弹回来，能不能持续一段时间不好说。因为这个财政政策方面和这个金融政策方面双管齐下的这种推动，估计往上拉升一段时间是可能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到年末，它有可能一直要让它保持一个温和上涨的势头。这个呢，对整个第四季度刺激消费啊和这个提振信心都是有用的。因为眼看着不能保五嘛。如果要想保五的话，第四季度得增长5.2，得增长5.2。对。不增长5.2的话，保不了五。那么3季度只有4.6的话，到4季度要增5.2%有难度。当然，一般4季度都是增长的这个大头。推到五的可能性有，这就靠股市这块和房市两个地方保驾护航。房市这边也出台了大量的利好消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房市也在没有看到这个特别急剧的上涨，但是有温和上涨，至少是止跌吧，止住了下跌。所以呢，从短期经济运行看，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今年哪怕就只有4.8，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股市和房市的话的这样一个推动拉动的情况下，年末比方说第四季度增长5.2%有可能。只要增长5.2%，全年就保住了5%，但是全年要达到5.2%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大概是这么一个。我都你提到这个，因为前三季度啊，第三季度是4.6，前三季度现在总合起来是4.8。那如你所说的，如果要全年达到保五的话，这个要有一段努力。不过这4.8，这个目前为止来讲，或者是也是最低了啊，4.6和4.8也都是最低的。
这个军导你怎么样看待这个现在的 GDP 国家统计局刚统计出来的数字，还有股市这个刚才伟东也提到了，这个股市跟这个房市到底能不能够持续的保持一种温度啊，到年底这是一个问题。不，温家宝最近跟这个习近平之间的互动啊，引起大家注意，有关于2008年这个温室经济的时候，温室放水的这种4万亿救市啊，你觉得习近平跟温家宝是不是在学一点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他谈中国的这个统计数字，我觉得有点滑稽，就是因为李克强都讲了嘛，这所谓克强禁绝，就是不要相信那个玩意儿，要相信一些实物的这些指标。那当然，你从实物指标上看的话，也是全线不好，这个整个实物指标也不好。那么，所以我觉得，因为统计数字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在中国。第一个呢，它这个统计数字不准确，就是说。中国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国营企业就是国家所属企业和民营的大型企业有虚报数字的这种倾向，那么而民营的中小企业有瞒报数字倾向，所以中国统计数字在这点不高。第二个呢，就是国家统计局还有等等一些搞宏观经济部门呢，他们在如果政治需要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不报数字。有时候如果需要，就现在你看这个，现在国际社会就早就开始评论说，中国有些统计数字开始不报了。那么还有一些数字，如果他要报的话，那么他要根据需要的时候，比如采取一些，刚才伟东也讲到了，他出台一些财政措施啊、金融措施啊，这些措施实际上是跟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大政方针是相反的。那么这个反向的，他当然他讲说是逆周期操作，那么但实际上跟因为习近平上来之后搞供给侧改革，要去杠杆、3去1补啊等等，他就是要打掉所谓的这个中国的经济中的风险。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呢，它可以把数字短期拉上去之后，但是这个从中期和长期的这种负面效果来说，它需要后续的一些这个经济措施来消化，就会给后来的经济发展带来困难。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现在这种短期拉升的这种措施，实际上是温家宝过去做过，而且温家宝后来把它给它常态化了，就是用大规模的基建投资的方式。还有那个房地产的投资的方式，把中国的经济拉上了一个新的一个价位。你可以看出温家宝的这个10年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快，而且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也急剧的上升。那大概是从第7吧，还是第几，已经上升到了第2。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很多的隐患，就是一些风险。这个风险其实是由习近平继承下来的。我觉得这两个呢，一个就是呢腐败的风险，腐败和社会不公的。这个是属于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的风险。第二个风险呢，就是这个经济上呢这种崩溃的风险，因为它的债台高筑啊，还有高杠杆啊等等，还有这使得呢中国的经济呢面临。所以习近平上来之后呢，他做2件事。这2件事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中国的都在传这个东西，就是比如像当时这个刘源啊，他们给薄熙来站台的时候。那么有个叫张木生的就说过，现在是击鼓传炸弹，讲的就是说经济发展在高速发展，好像老百姓兜里钱在增加，但实际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一种危机，经济的危机可能带动社会和政治的危机，会出现一个崩盘。所以这习近平呢，他上来之后呢，他所反腐败和他也在做这2件事。但是今天呢，我觉得他初步的应该说，他把这个控制住，同时把中国的，咱们今天就谈经济，他把经济给搞死了。那温家宝这个呢，我觉得他这个但是温家宝可能是看出了腐败问题，所以到这个执政后期一再强调搞民主和法治，他想通过这个方式来遏制腐败。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他用的一些药源呢，温家宝用的药源呢，也都挺腐败的。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他并没有完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要完成，要建立民主和法治来解决他任期内造成的问题，或者他只是呢从一个人类普世价值文明出发，这样建立民主和法治。总之，这个事情他是没有进展，而且大概胡锦涛也不会让他进展，他不有个任期限制，使得也没有时间在做这件事儿。另一个经济包袱的风险呢，像这个巨额的债务呀、高杠杆的房地产这样的一个呢，是习近平在做这个事儿。但是习近平现在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把中国的经济，我不认为他在去杠杆、搞供给侧改革，他把中国经济打掉了。我觉得还是他当时要搞的这种新质生产力。他把过多的资源投到经济上，就跟中国毛泽东时代时候把过多资源投到重工业化，那么这样就导致了这个民生的这个轻工业和民生和消费市场这块的萎缩，这样就使得呢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个就通缩的这么一个危险局面。那这个时候呢，他又采取温家宝一个放呢，
温家宝放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格局的动力机制啊是跟不一样，就是中国的动力主要在民间，民间只要你政府只要一松动，银根一松动财政政策，民间的大规模的投资就会一拥而上。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习近平在他的任期的这10多年中，已经把中国的民间资本给打残了，而且民营企业家也没有这种动力的，也不相信国家这种政策，所以他现在放了之后呢，这个钱其实没有放到民间中间来，没有放到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这些中间，而是其实应该放到地方政府和这个放到了这个一些就属于新质生产力这种企业，这些企业当然肯定也是民企，但他们基本上考虑的不是一个就边际这个投入啊，他们考虑是这个从技术和技术升级的角度、产品升级的角度考虑，这种效益更多一点。所以这样就使得呢，它很难产生温家宝那种效应。那习近平下一步的问题，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温家宝这个效应产生不了的时候，他肯定要往回退。他现在是做了大幅度的让步，而且我觉得他最近在福建考察，后面我可以讲，我觉得他就是个放出往后退的这种信号。王小洪最近在天津呢唱的调子又跟其他的几个国务院领导呢调子不一样，其实也是在往后退。因为我们说白了吧，就是在李克强还在任的时候，习近平和李克强的一个在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分歧就在于，李克强说，在中国有经济危机，应当像西方民主自由国家一样，保市场、保民生。保这个要保这个民生、保就业、保基本运行面，而习近平呢，还是要强调一定要让新理念落地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新质生产力。如果打造新质生产力的资金不够的时候，正常的金融市场不行的时候，就要通过搞所谓的耐心资本，要通过国家干预金融运行。如果国家干预金融运行还不行的时候，其实国家干预这种金融运行如果还不行的时候呢，他可能就要把这个市场。股市它要不要就是个问题。我觉得如果股市老是这样拖到后腿，将来要不要？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不要股市。习近平这个人他在很多地方往回走，说我觉得最初他肯定也不是想往回走，真的想走回毛泽东。只是呢，按照逻辑上来说，因为现在也有的人呢，就是一批搞发展经济研究的，从香港到大陆，包括就原来中国大陆的发展所出来的人做这个多一点，还有台湾，还有像一些。同情毛泽东的这些经济发展的学者呢，都说毛泽东时代在解决一个资本的积累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世界各国呢在解决资本积累问题的时候，都是这个过程都比较残酷，所以他们想从这个角度为毛泽东时候的这个东西在做辩护。那么，所以现在呢这个阶段走出来之后呢，习近平现在实际上。他本来中国已经走出了资本的这种原始积累，但是呢，习近平因为要打造新质生产力，要高度集中一些资本，靠正常市场不能圈这个资本之后，他靠这样就使得呢又重新走到了毛泽东这个怪圈。那在政治各个方面，他可能都要往后面去倒。所以我觉得，如果习近平往下走，如果不行的话，他可能又会全面的又会在经济上又会倒回到过去，甚至他把股市就削弱股市在经济发展中作用。他刚上来说，我觉得他提的这个口号啊，就是他这个第一个三中全会，在16届三中全会提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他甚至要开放要素市场，生产要素上就包括资本市场，包括土地市场。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在这个市场中间呢，他控制不住。那么这按照他的思想来说，没法实现他的思想，他的新理念市场，这样他就开始对市场加大干预，干预的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的动力机制萎缩，所以他搞不好这个会回到毛泽东那。毛泽东原来最早，其实毛泽东周恩来搞统购统销售是为了解决一时的经济危机，但到后来发现，统购统销比较好使，户籍制比较好使，就把它长期化和经常化了。就跟那个收容审查也是，最初是为了控制当时几千万人这个要饿死的这种局面的时候呢，老百姓在流离失所的时候呢，他们当时把老百姓这个就地的收容起来。但是后来呢，公安机关发现，这个方式比较好使，也不用走什么程序，不受什么，特别是在中国搞新刑诉之后，不受检察院的限制，这样就把收容审查把它固定化、经常化了。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往后走，搞不好还多很多方面让我们看起来像毛泽东的这个方式，但实际上呢，他是在经济发展中间是循毛泽东这个格局，但它不一定是他本意。来，伟东，你要补充的？要不请胡平兄先说。好 ，OK， 这个胡平，这个刚才我延续这个，这个军涛跟这个伟东刚才提到了，在朱镕基点让我们讨论，朱镕基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体量呢，
超越英国、法国、德国，成为世界第3。温家宝任内呢，这个又超越，变成世界第2哈，超越。所以你怎么来看待刚才这个军涛提到的这个，如果温家宝的方式，习近平套用的话不通的话，就全面倒退，你同意吗？当然，他这次包括这次个国庆会上让温家宝坐在他旁边，这个外头有很多解读了。不过他这种做法也不见得就违反常规。你本来按照他中共的这次，稍微和以前有比较重要的不同的，那就是李强的位置在下降，给人感觉，那么他周围习近平旁边就是元老，你想想看吧，江朱那江已经去世，朱年迈也肯定也有病，然后就是胡温，那胡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那当然剩下来就是温了，那温不坐在旁边，谁坐在旁边呢？那边李瑞环的，这都很这个不一定是多么违反常规的事情。那引人注意的呢，就是温家宝那个满面笑容，在跟这个习近平的谈话啊，这个印象给人更深刻一些。当然，我想他在这个时候不是这么一张照片，给人当然会使人联想起当年温家宝4万亿救市的那么一种状况。而现在习近平在经济上的这种大转弯，那也会使人想起当年温家宝的那些做法。不过这里有些不同呢，就是你习近平现在的这些做法，他很大程度上他是自己在转弯子啊，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正是他自己原先的政策造成的啊。那么因此呢，你自己尽管这个改动的幅度应该说还是相当大，所以很多人把这次改动都和这2022年年底那次就是躺平，就是所谓解除风控，相比那么既然你这次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过去做法的一些纠正，那么它造成的效应就不能和当年胡温时代的温家宝那个4万亿救市相比，因为他首先就有个信任的问题，你那时候温家宝采取的措施，它不会使人们对这种措施的它会使人们容易对这种措施有信心，而相反，你习近平现在这么做，人们也会担心你是不是哪一天又会改回去，这是他就一个因为你现在很多措施，其实很大程度上呢，你必须得转化成人们的一种一种心态，一种心理，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很多做法呢，习近平现在很多措施，至少在怎么样鼓励民营经济方面，这个方面采取的措施还非常有限。而民营经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些打压，他们本来就已经信心不足，所以这一点他如果不能有大的动作，能够有很明显的效应的话，那你整个经济的恢复当然也就成了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个最主要的问题。这一点也就是当他现在的做法和温家宝当年的做法的一个背景上有这么一个重大区别。来伟东。好，这个我不好意思，我不愿意每次这个在这讨论都跟军涛争论，这个我们2个老朋友争来争去的，给外边看着不好。但是呢，这个涉及到一些个关键问题呢，咱们君子之争啊，军涛啊，这个朋友之争，你别在意这个，因为听了你刚才那番话呢，整个逻辑呢，你把历史和现实放在一锅煮。我要是提不同意见呢，你就老说给我替习近平说话。咱们替习近平说什么话呢？我们在分析这个具体的中国经济问题。你呢是这一口气儿说了180个习近平，这个好像什么事儿都是这个习近平啊如何。这个我不是说听不得这个你说习近平，大家批评我也批评习近平。那红色帝国不就在批评习近平吗？因为批评习近平，我才被迫离开中国嘛。对不对？这个基调是没有任何变化的，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待一些事情。历史现实放在一锅煮，习近平跟毛泽东去反复比较，这个我先说他怎么走，他也走不到毛泽东那一步。说搞不好要统购统销，这是从哪儿来的这种判断呢？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就是你好像
这个搞不懂，你一天到晚这个老在批评新质生产力。我上次就跟你争论了一次，他说这个新质生产力没有问题啊，这个是个正确方向，但是这需要大投入的。你说这个要搞耐心资本，这个把资本都挪过去搞投入，然后短期内也不可能回本，这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新质生产力就一些高端技术显然是大规模投入，然后产出很少。但是不往这个方向扭，怎么改变土地财政？我们也反复，上次我就问你，你说你有什么招？这个让他改变土地财政。那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情况下，所谓艰难，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温家宝留下这么大的一个窟窿，就胡温时期，土地财政巨量腐败，当上次我们也提到有对农民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这个长达10几20几年的这个侵蚀和迫害，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这个抢夺土地，然后大量的这种贪官污吏，然后环境污染，这个极其严重。那他上这10年是不是一直在还债？你看还了多少债？还债要不要花钱？这个土地财政要改变，说你这个不能再这样侵吞土地，然后靠土地卖地来给地方积累资金，地方就没办法，只好大量发债，发债就等于欠了新债啊。这个地方债务这个就快爆棚了，那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呢，环境造成这么大的这种污染呐、这个到处都是臭水河，就温家宝这后期，然后这个北京大量的雾霾风沙，那习这10年上来把这些账都还了，然后贫富差距这么大，这个强行的用工作队的方式搞了差不多10年扶贫。然后把那个绝对贫困问题解决掉，绝对贫困解决，我是一再强调，绝对贫困，所谓解决绝对贫困，就是让那9000万人吃不上饭，穿不上衣，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局面解决了，不等于把他们变成富人了，他们仍然是低收入人口。这个4.4亿人现在在农村生活，这4亿多月收入不足1000的就是他们嘛，对不对？那习等于把这个，你看刚才说了，还了这个环境账，还了这个土地财政欠下的账，还下了贫困人口的账，然后呢，这个还要这个在这个还账的同时，要这个转变经济运行模式，经济运行模式搞新质生产力，搞得现在西方都很害怕，搞出这么多东西来。澳大利亚那个研究所发的那个44项当中，这个技术领先的部分，中国占了70多少个，我记不得那个具体数了。大量的新技术、新的这个产业形态产生，然后这个高速公路啊，还是这个轮船造船啊，这个军工啊，这些年都在发展，一边还欠账，一边解决贫富差距。同时呢，也解决了这个司法不公的当中的大量问题。程序正义方面也已经这个看到了很多成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又面临西方美国已经连续8年，从川普到拜登，技术围困，贸易战打压。这个拜登上来之后，贸易战的关税1分也没减啊。在这样一个急剧这个变动的情况下，民营经济这次他这个3中全会出台的那个民营经济促进法，估计明年3月份就能通过。前面是有些打压，上次也提到对孙大武的不公。但是这个民营经济这种事儿，跑到外边来的这些人，他们的说法和这些年来新成长起来的这些人，这个情况还是不一样的。你说完全没有信心，信心降到0是不对的，但是还是有部分信心。另外说到统计数据，真的假这种事儿，我们在这儿也说了多少次了。这个中国统计数据造不造假？那个世界银行、各大金融机构、高盛，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个金融机构在中国，包括5大会计师事务所，他们都在盯着中国的整个经济数据。现在整个世行他们都不再说中国经济数据什么假不假的问题了，大家都开始认可这个数据，因为中国完全采用了世行那套统计方法，而且自我也各方面都做得非常严格。另外，我一再说，他造假的手段，就那些，比方说改台账，企业里边各种各样的弄发票，往上充数，那个每年的造假手段就这些，而且被审查的越来越严格。就算是每年有10%的实际水分，它130万亿的这额度，实际上只有
120万亿，或者110万亿，这个总量，这个有10%的水分，它每年保持10%的水分，增长率就是真的，对不对？年年那个造假水分也就最多10%，然后那个绝对额可能不是真的，但增长率一定是真的，一年一年比较下来。这个前面先说这个中国数据造假，其次习近平要回毛泽东，然后新质生产力不对，你这些逻辑，这我听着我不是这个咱们讨论中国经济啊，你要回到一个现实可感知的实际情况去，而不是一天到晚用这种价值判断，然后美国的担忧为基调来讨论这些事情。金涛，你说，我就说这些了。对，这个我觉得吧，伟东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说呢，首先呢，把它跟历史结合起来，不是我要结合，这是民进提出来的一个讨论议题，要解读。就是刚才胡平先生做了一个解读，说他跟温家宝在一块未必是在谈经济，但是呢，我们的题目给他挂到了。那我现在要解读的是呢，我就回答你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我批评习近平是因为习近平有定于一尊，他有一个叫四个意识。四个看齐，有四个意识，两个维护。没错，他有这样的，我也在这个角度上你别打断我啊，这样他就得对所有事情负责。我跟你说啊，别人负不了责，就是他负责。你不要怪我批评他，中国所有问题归结于他，对吧？然后第二个呢，你说中国搞经纪人都觉得没什么，我觉得你这跟那些搞经纪人的感觉完全相反。你去问那些搞经纪人，他们现在都很头疼。好了，这个咱们不争论了啊。你要今天盛平不在这，盛平要在这，他会告诉你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讲了说，我刚才讲了毛泽东化，习近平的毛泽东化的动力机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什么继续革命，我已经讲了，他是我还特意提到了发展经济学家在替毛泽东解套时说，当时虽然他搞的是革命主导，但是他要解决中国这个工业化的一个积累问题。那么我在讲这习近平要打造新质生产力，因为新质生产力是个高科技含量的东西。因为你是加入比较晚，赵平兄知道，我一开始我在很多时候我都在讲习近平这个新质生产力。开始我解读这个东西的时候，别人还以为我在给习近平洗地，觉得习近平这个小学都没毕业人怎么能懂这个呢？还在名义上骂我，有的人就是这是右派在骂我。那我就讲说，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是要把一批已经成熟了，就是可以转化为产品的这些新技术，他现在因为西方国家因为资金的问题呢，他们解决不了资金这个问题呢，所以习近平要用中国呢能够勒紧裤带子，弯道超车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打造新质生产力要耐心资本解决问题，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那我已经讲了，我说呢，他的毛泽东化呢，他的逻辑就是他是为了解决，就像毛泽东为了解决经济发展经济学说，为了重工业化。需要提取资源一样，所以搞了统购统销，搞了供销社，搞了集体什么这些一系列这些户籍制。他为了搞这些东西，为了建这样一个动员体制，因为这是靠市场积累不起来的，所以他就搞动员体制。我讲的也是习近平的毛泽东化，这种重新搞集权也罢，搞这个也罢，他不是因为他要搞革命，这是毛泽东原来他早年是有个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共产主义革命、集体革命的想法，而他是为了搞重工业、搞积累。所以他为了给新生产力能够提取耐心资本，他要建这套体制，这是我讲的动力机制，我已经说了。那么至于说新生产力，我觉得我是最早解读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的人。那么好了，关于民营经济呢，他对民营经济的打压呢，我在前面我也讲过，习近平对于中国民营经济的打压是分了3波。第一波呢，就是他开始搞所谓就是属于青山绿水啊等等，搞这个环保和这个拆违章建筑和搞环保风暴的，当时对民营经济打，特别对江南那些微企业的打击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企业本身按照环保的加后面支口锅，最后弄出好多万元户来，像这种经济的打压很厉害。那这个我也举了个例子，就是说这个陈学庸，这是实际上在温州出来的官学2届的，也算是一个巨子，在这改革开放之后，那他告诉我的这当时现实的情况和实际的数字。后来习近平后来去考察一次，还给自己揪了一次偏。所以在民营经济这第一波，第二波就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呢，这是第二波，第3波呢是疫情，都是这些主要的承受者都是民营经济，因为国营经济是可以输血的，民营经济不能输血。所以你非说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这就是还有关于这个你说脱贫的问题，脱贫这个东西呢，你说国家靠财政，然后把一些贫困的9100万人建立一个基本的，过去也有这个基本的，我去下面
考察，我跟你说，我88年、89年我就考察3个地方。那时候胡锦丽点了我名之后，我没法在经济学周报做的时候，我就一个是去到延安考察贫困，一个就是到兖州考察这个现代化的企业的怎么进一步现代化的问题。再一个就到蛇口去考察开放的问题。那时候你去看，那时候国家的这个扶贫款是够的，但是都被层层给贪污给截留了，哪里用着习近平去？他只要他把腐败给打掉之后，他这个国家的扶贫款每年是按人头算是够了的。那么他去了之后呢，我觉得现在是什么呢？中产返贫的问题，你不能说中国经济现在没有这个问题，现在中产返贫大家都在谈。我现在每天接待很多人就这样，那些从贫困地区到比如到京上广深打工的这些人，他们在这改革开放这30年中间，很多人2代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在当地买房买车，一场疫情风控下来，把他们变成了共产党的仇人，像习近平把他们变成共产党仇人，为什么呢？他们最后变成老赖了，为什么？房贷还不起了，车贷还不起了，一下就从一个小中产变成这个样子。你完全不管这些人的死活，你天天不接触这些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我天天接触他们之后，我就觉得怒火万丈对习近平。我觉得你看你还是正襟危坐的，一点都没有反映对人老百姓的疾苦。那么最后呢，关于数字造假10%了，你这个数字到了10%，哎，你去问任何一个搞统计，都没有人去给美国人去算账。高盛什么世界银行都在给中国经济把脉，要给他们算套数字，干嘛不给美国数字去算呢？这不就说美国数字人基本上相信是可靠？为什么？不是他数字中没有错误，而是人家是开放式的法治环境中的数字。中国嘛，那个数字就是个数字，你说它不像习近平看齐行吗？看齐的结果就2个，一就是要造假，2就是隐瞒，对吧？他现在呢，确实国家统计界不能说好多人没有良心，所以有些数字不报了，对吧？关于什么就业呀、失业，还发明一些词儿，什么叫做什么叫代就业什么还什么，反正就发明那些非常荒唐的词。这个包括他那个什么心智生产力呀、什么耐心资本，这都是过去有说法的，但他非要发明词，为什么？他就想掩盖他的这个经济上瞎指挥的这个本质。我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想这么说呢，说我们呢，我是在扣着老百姓的感受在讲。我每天在接触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年龄都有，每个行业都有，每个社会阶层都有，我在跟他们接触。那大到几百个亿的，对吧？大到600个亿的，那小到呢，就是那些就是其实吃不上饭的还真的我没接触到，都是那些中产返贫的，我接触的多一些。OK， 我们这个尊重这个嘉宾的看法啊，我们这个这是我们民进这个平台中国研究院讨论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听听大家不同的声音啊。不过在央行啊，这个发改委跟财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分别这个发表了一些政策跟措施之后呢，中国的股市跟房市到底能不能够让中国 GDP 今年保5了？我们会持续在中国研究里面来观察跟讨论。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第一个议题。不过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